台灣歷史沒救了。我無言了。這些老師真的去吃屎了，他們沒有歷史素養，真的可以出來 battle。不是，這一題是老師錯，這個是標準答案錯。歷史會爛就是他媽民進黨搞出來的，踐踏本科專業，踐踏歷史專業。有這種老師，有名有姓，你最好寫信到我信箱，你就出來跟我 PK。就元代這一題就站出來 PK，你為什麼寫這個答案？你有見到歷史事實嗎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這個號稱說是近期最難的，我完全是盲測。史書記載，17世紀下半葉，山東官員一旦知悉當地有船隻欲前往日本，往往立即派人搗毀船隻。與此同時，浙江、南京地方官員追討海賊時，還會前往日本商船扣押，並燒毀貨物。而廣東地方官員若查出有船主來自敵對陣營，會立即緝捕問斬，沒收其商品。這些官員採取上述措施最主要的目的為何 ？A. 確保東南亞航道暢通 B. 防止中國貨幣外流南洋 C. 嚴禁走私保障本國稅收 D. 斷絕政權或物資的來源。這也超簡單的，這是康熙時代的海禁政策啦。學者指出，清代台灣地圖呈現一地的自然環境特徵，往往也能反映出繪制官員對當時社會情況的關注重點。具體而言，政府會因統治用賓館管理之需而繪制地圖，所繪地圖具有定疆劃界、兵防規劃、因應因地制宜等功效。表二是彙整自康熙1696年、乾隆1742年、1747年不同時期台灣府志地圖上出現的地名注記類別及數量統計。根據表二，下列何者推論最合理？他還放水，你看到？你如果忘記康熙是幾年，然後他這裡還給你個1696年，就17世紀下半葉。都在放水。年份1696年3月24，官署5設61，一般地名泛指與漢人有關的地名59，其他56。1742年3月29，官署8設24，一般地名95，其他23。1747年3月127，官署7設未注記，一般地名泛指17個，其他個88。A 選項，3月數量增加顯示歷經多次民變，政府更重視禁山治安。B 官署數量變化不大，顯示清代設置官署治理的範圍並未改變。C 設的數量減少，顯示原住民規劃後以一般地名取代設名。D 一般地名數量變化，顯示受渡台禁令影響，漢人大幅減少。這個 C 啦。很明確就是 C 啦，因為那個社就指是平埔族的部落，就是社。那個渡台禁令是沒效的大家也知道，哪有漢人減少？就一開始這個康熙的時候，那打敗鄭成功，把大量漢人遷回到福建，但是後面很多人就偷跑回來了。誰那麼傻，還跟你那邊？然後他這裡調你就3月增加，沒錯，3月增加，但並不是因為民變跟重視3月，而是因為開發較多。對，因為開發的關係。日治時期，你看現在都用這個。篇小說寫道，主人公在內地時被問來自何處，總謊稱來自4國或9州，也只敢以日本姓與朋友交往，生怕被認出真實的出身。主人公表示，在內地時，他對於內地本島、半島還是中國人，看一眼即能辨出是來。主人公的時代背景的身份，這有可能是啥？這個有一點意思。什麼是內地人？日治時代誰是內地？對於日本殖民的話，那相對台灣來講，日本是內地。但內地延長主義就是把日本的治理方式，那所以當時用文官總督。所以這個內地，因為台灣當時日本殖民，島人是哪裡？本島人是哪裡？日本本島。中國人是外國人。主人公在內地時啊，那代表說這個人他同時一定是具有一種身份，他能夠很快的清晰分辨出这個中國人。那為什麼中國人呢？誰是中國人？內地人，本島人是台灣人啊。內地是日本本島，本島是台灣人，因為他是以台灣為出發，因為他叫日本殖民時代嘛，所以本島是台灣嘛。那中國人是外國人，所以這個人從光是本島人，他肯定是台灣人，所以就先要去掉不是台灣人的答案啊。所以其實自然答案就是 這裡最有誘答性的是 B 啊，或者是這個 D 啊。為什麼會是 B？ 沒有，但就是因為他講到了一個，我說誘答的話，為什麼？因為滿洲國啊，你就從滿洲國的角度來看，因為滿洲國剛好就匯聚了內地、本島、半島，本島漏了風聲，本島是指台灣本島，所以這個人必然是台灣人。日本人來台灣的話是沒有戶籍的，對。我就開始說他在考那個語文測驗啊，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 C。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政治領袖針對當時嚴峻局勢演講時表示，自己的國家會與法蘭西共和國緊密攜手，互相援助。無論法國發生什麼事，本國將繼續戰鬥，誓死捍衛國土，絕不放棄，也永不投降。雖然他堅信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但也深信新世界會竭盡全力來拯救。上述的演講者與新世界分別指 A 演講者希特勒，新世界指德國會重塑到舊歐洲。B 演講者丘吉爾，新世界指美國會派兵協與英國合作。
第一演講者史達林，新世界指英國，會從西方夾擊德國。第一演講者羅斯福，新世界指蘇聯，對走共產主義。自己國家自己救。然後呢，這個叫做不論發生什麼事，都將戰鬥誓死保衛國土。小菊書來，有沒有？小菊書所寫的內容在這裡，千萬不要相信任何投降的資訊。這出題的老師水準很差出題老師青鳥啊，但凡能自錄小菊書的邏輯，一定要自錄。這全部都互相違背。境外敵對勢力都可能利用錯誤的宣傳來分化、削弱我們保護自己的決心。倘若台灣受到軍事侵略，任何國家戰敗或政府宣布投降的訊息都是假訊息。公然這樣寫，小菊書盛典，你知道嗎？跟法蘭西共和國攜手，那40幾天之後，法蘭西共和國就投降了。元代重建海盜都漕運萬戶府碑提及海潮以海運漕糧，古未有也。漢養漕山東，唐養漕江淮，皆無路途遙遠之阻，京津師與江南相去數千里，而政府所需皆仰賴南方。欲朝夕供給，如取諸左右。若無良法，則民勞國弊。根據上述，元代增闢海運的最可能原因為何 ？A. 建立迅速取得大量物資的方法。B. 將京師的農作物調往各地。C. 原有的運河因淤積而無法運輸。D. 避免北方漢人抗元勢力的干擾。這题嘛，躺着都知道答案，但是有一個誘答性很強的東西。這種命題我已經不知道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命題風格。反正我們以前不是這樣命題。當時的海運的數量很有限，怎麼會是大量物運送物資？因為你會用今天想當然爾，今天的輪船動輒破10萬、20萬噸，那當然運的量很大。但當時的船艦能運的有限，因為都是木船，它也不可能造太大。糧食放在海船上面受潮，所以經常性這個放海船上面，其實有的時候常常壞了一半，壞1/3或1/4是常有見的方式。他們用很多米糠去吸那個濕氣，所以主要是什麼？主要是因為元代運河淤積，元代什麼時候運河重新修好，一直到了元末的時候，50年內半數在挨餓。宋朝的时候，大運河根本沒作用啊，大運河只需要到汴梁就好了，往北京就沒作用。元朝的首都在大都，就今天北京啊，所以唐朝的時候還通的永濟渠就效果就有限。後來到了這個元朝的時候才重新修了之後，明朝再整建，就是所謂今天的京杭大運河的原型，是這個原理。所以這裡面呢，是因為運河淤積沒辦法運輸。這個因為對我來講，每一題都答案都是顯而易見，我根本不用考了，就不會錯一題的。不可能，這答案不是，这太無聊，這題目讓我看了超想睡覺的。哪裡最難？這個我跟你講，難是因為他寫的很繞，可以一句話講完事，他不要一句話，他要分2句話或3句話。12. 考古出土的墓室壁畫是重要的歷史研究材料。圖1是埃及考古挖掘出的墓室壁畫，其中甲圖描繪僕人正在處理禽肉，乙圖描繪僕人正在調製醬汁以及制作麵包。上述壁畫內容可作為研究哪項歷史課題的材料 ？A. 古代社會階級分化與物質生活。B. 宗教祭祀與信徒之間的互動關係。C. 宗教輪迴世界觀與社會倫理觀。第一，傳統完全政治與神權思想集合 A 啊，對啊，那念完答案就直接出來了唄。答案就是古代社會階級分化與物質，為什麼？因為他講到僕人嘛，然後呢再來講到什麼制作麵包嘛，那不就物質生活嘛？然後他自己講啦，僕人啊，你不要管他的圖什麼，他圖在唬你啊。16世紀末，日本出兵朝鮮，將一些朝鮮官員撫至日本。稍後，其中一位官員逃至中國，明朝官方聽聞此事，特別頒發詔書，表彰其終結。這位官員不僅未被懷疑通倭，甚至倍感榮耀。他的經歷最能用來說明當時朝鮮對明朝的何種認知 ？A. 明朝是軍事盟國，有協助朝鮮戰爭戰俘反國，並獎勵忠貞的責任。B. 明朝是理學開創，朝鮮人深受其影響，而有強烈的終結觀念。C. 明朝是東亞強權，朝鮮必須服從明朝旨意才能獲其援助。第一，明朝是宗主國，朝鮮人獲其表揚，不需擔憂。這一題，第一個，明朝是軍事同盟國，這是錯誤。明朝跟朝鮮的關係是從屬關係，所以這個協助朝鮮戰反國並忠貞獎勵的責任，這個不是明朝第一關心的要務。雖然呢，他們也是算是一種軍事同盟國，這個盟是有宗主關係的，所以並不完全正確啊。然後呢，明朝不是理學開創期，明朝呢是階層宋才是理學開創期，所以不一定錯。C 呢，明朝是東亞強權啊，朝鮮必須服從明朝意志才能獲得其援助，這個是一個正確，但是它的問題是你要看前面的題幹，這個題幹告訴你什麼，而不是這個答案是不是對的。C 確實是對的，其實 A 某種程度也是對的啊 ，D 呢也是對的啊，所以這一題答案就難在說，其實你是在考閱讀測驗，不是在考這個答案。那所以呢，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在哪裡。中國，然後中國要把它送回去，那代表這裡就凸顯出一個明朝跟朝鮮之間的關係。然後另外強調說官員沒有被質疑通過，那為什麼沒有
被質疑通倭呢？明朝並沒有協助朝鮮戰俘反國跟獎勵忠貞的責任，這個不是叫責任，這個叫做道義。所以因為明朝是宗主國，給了朝鮮人一個表揚之後，即便回去朝鮮的朝廷對這個人有懷疑，但是呢，因為他受到了宗主國的表揚，所以你也不能拿他怎麼樣。所以這題答案比較可能是 D， 因為 C 雖然是對的，但是 C 並沒有凸顯出表彰終結這個部分的這個答案，所以他又是在考一個語言測驗題。駐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向國王報告，在菲律賓還有華人貿易有害而無益，因為華人運來了大量的棉布、粗糙廉價的捐錠，還有深絲或紡絲在此貿易。最令人憂心的是，他們還超過從西班牙運來的輸入量，這將會導致格拉納達、瓦倫西亞等地繳納給王室的稅收減少。根據提文，總督最擔憂的是 A. 菲律賓當地呢紡織品數量降低，人民將缺乏布料。B. 華人已逐步取得西班牙貿易代理權並壟斷貿易。C. 若是進口中國大量廉價貨物，本土產業將會毀滅。D. 西班牙出口至菲律賓的紡織品將日益減少。這基本都在考閱讀測驗，看完之後就是一堆文字在飛。你閱讀能力差的學生呢，基本上你這個讀完你就死掉了，對，你很難就是就其的內容啊。那你覺得是哪一個？也是 B， 因為都 A、C、D 都有相對應錯的地方啊。對啊，好。因為他这裡第一個是說總督最擔憂的是什麼？那總督最擔憂當然是殖民地的收益下降嘛。總督只關心殖民地賺不賺錢，因為殖民地是一個等於你可以把它想象的企業。你看到他們經營殖民地都是用企業的方式在經營嘛，所以呢，那個當時主什麼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都這個概念哈。那這裡呢，就第一個是說16世紀末駐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簡單來講，當時菲律賓已經是西班牙殖民地了。那在菲律賓有大量的華人嘛，可是跟他貿易呢是有害而無益。為什麼不賺錢？因為華人運來大量的布啊、廉價的這些絹錠啊、深絲紡絲在此貿易啊，他們來這邊賣了這麼多布啊，結果反而我們什麼是害？就是賠錢。那最令人擔憂的是，他們還超過從西班牙運來的輸入量。他這裡引了一個，就西班牙運來的什麼的輸入量，其實就是布料。西班牙運來的布料呢，又貴又少，而中國從華人這邊運來大量的又便宜又廉價。那這個要賣給誰呢？賣給菲律賓當地的土著，因為菲律賓有大量的土著需要這些棉布料。因為菲律賓呢高溫高濕，所以呢這些布料不好儲存，容易壞掉。那這個就是一個背景知識。所以呢，我的看法會是 D， 這個西班牙能夠賣過來的紡織品減少，反而被華人所這個販售的同質產品給佔領。西班牙呢賣過來的變少，那哪裡出口的呢？其實他講的什麼？就是格瑞納達跟瓦倫西亞所出口的這些紡織品能夠賣到菲律賓這個殖民地的變少，那就會導致格瑞納達跟瓦倫西亞的收入減少，他們能上繳的稅就減少。他的邏輯是這樣。歷史上，中國水災頻仍，其中以黃河水患為最。黃河多水患的原因有源自自然因素，如流域乾濕季分明，河水含沙量大。然而，其所攜帶的泥沙量具有造陸的功能。此外，也有自己人為的因素，例如某一時期兩國的交戰，對於中原的政權曾多次移逐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導致了黃河改道，從淮河河道入海。戰爭結果使中原政權被迫遷都。兩國改以淮河流域為界，戰爭加上河患，也使得居於淮河流域地區的住民大規模的遷出。學者 A 將史料記載數百年間的河道、出海口、水患以及治河措施的地點，選擇適當的投影方式，分別按照時期標誌於地圖下。然而，學者 B 解釋這些地圖，發現各時期的黃河河道套疊在地圖時，無法從地圖看到分別對應的出海口，認為學者 A 在地圖選用上發生了失誤，這叫黃河奪淮了。這是淮河流為什麼沒有出？因為黃河跟淮河奪淮之後呢，大量淤積，所以導致它的海岸線變化。所以他認為他失誤的地方就是他沒有辦法去顯示出來今天的海岸線跟當時海岸線的差異。文中兩國交戰的場景符合圖11中的甲乙丙丁為交戰的雙方為河甲。西晉還有匈奴乙，北宋還有金國丙，南宋還有蒙古丁，南明滿清。哇，這個考得非常難這搞不好大陸學生才會。那個淮河跑進長江裡面，這個是黃河奪淮之後呢的最嚴重的結果，就是淮河沒有出海，淮河變成長江的支流。但基於歷史因素，我們一般不是把淮河視為長江的支流。今天的淮河主幹道還是經由這樣的一個地方入海，那這裡形成兩個，一個大湖叫洪澤，後來才有這個蘇北灌溉總局等等的。簡單來說，這個是明朝以後的這個狀況。明朝之後呢，就元末明初的時候，大規模的修整河道，讓黃河重新北流，所以這個是明朝。以呢這個大概時間呢，應該是宋朝到元朝的
大多數時候。丙呢，這個下游有很多條支流，這個大概啊，這個你看這裡也在這裡，這兩個有很多的這個支流。這個時期我不能完全肯定不過大概率啦，大概率呢是蒙古跟宋嘛，交戰雙方為和，這有可能是蒙古跟宋，但我不完全这個也不見得的，不完全肯定啦，這個不是。好了，我們直接對應看啊，假西晉跟匈奴啊，因為主要就是這個淮河有沒有入海，有入海口的淮河啊，有沒有直接入海？這個是修宛的地方，北宋與金國，南宋與蒙古，南明跟滿清，這個比較像，所以這個應該是第一。這個也太難了唄！哇塞，這真的是，這超難的耶！我跟大家說，為什麼這很難呢？這個你要看有沒有出海口嘛。這個是運河貫徹，所以這個絕對是明清大運的。這個是唐代，因為你看到它的運河是從這邊然後過去到這裡，往這裡，然後這個是唐代，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運河出去，所以這個是唐朝。唐朝當時在隋朝的時候，隋煬帝為了要打高麗，他說動態平衡、自然環境那種什麼意思呢？瘴癘會死人，所以死人會怎樣？疫情開始時間，人均負載力應該是從低到高，不對，人多的時候其實也不對，你知道，其實環境負載力不會改變，沒有啦，因為人多的時候會消耗環境負載力，環境負載力會下降，所以它可能是這個樣子啊。環境負載力呢，從一個比較低載的狀況，然後到了高載的時候呢。One very long digestive tract later， 環境負載力到人口很多的時候，它是很低的，它會崩潰，崩潰之後呢，人就死光了，死光了之後呢，就回來，它就是要考這個，終於是這個樣子，是這樣子啦，看你寫的考，對啊，導 U 字形才對啦。第8題是 A， 屁嘞，這個事情也有發生，好不好？麻豆社就被改名麻豆，垃圾題目，我跟你講，那個。垃圾題目，地名類註記社，社的減少為什麼？因為很多社名就被改掉了，然後很多又被本地改掉了。CB 對，11題是 A， 真的，我無言了。因為這題為什麼這題是有問題的？到了明清用海運運糧食就很少，但明清的人口遠比元朝更多。不是，這一題是老師錯，這個是標準答案錯，因為這是錯誤的嘛。元朝大多數時候運河是根本就不通，元朝大多數時候根本運河就不通，你只有在元順帝的時候把它修通了，而且明朝還要再大規模再修繕過，才正式的開通。所以元朝才被迫用漕運的方式，用海運的方式去用海漕的方式。但是到了明朝之後，大運河重新疏通之後，明清就基本上是用大運河在運糧食。我知道這些老師真的去吃屎了，沒有歷史素養，真的可以出來 battle。我真的覺得這個真的要整頓。這個真的要整頓，不然台灣歷史沒救了。什麼叫取得大量物資的運輸？他就想當然爾的海運可以運很多，去查元朝海運可以運多少，好不好？會壞多少？到底是懂還是不懂啊？為什麼宋元的這些船裡面主要的都是運瓷器？為什麼運金餅？因為這種東西不會受潮壞掉。但是問題是這不對啊，因為他這個不能說是干擾項啊。首先呢，他說根據材料正確答案是 A， 這段核心文字強調了元代定都大都之後呢，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距離過遠啊，為了能取諸左右一樣迅速大量從南方後的物資，同時減少百姓勞役，元代才大力開闢海運。但是問題，這個敘述裡面若無良法，則民勞國弊，但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啊！你寫了一個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內容，那你是在搞屁啊！因為海上運糧，它的失敗率是很高的，輕則腐敗，重則翻船，而且它有運送時節的限制。冬季的時候基本上不太能夠海上運糧，為什麼？因為你光逆行，你要消耗掉大量的時間，而且海上多濃霧，這個什麼容易變成船難，不符合歷史事實啊！哪有這種題目自己想當然爾的啊？哪有這題目就不符合歷史事實呢？他們是因為元朝就是沒有運河，你跟我說正確的答案是右答，然後不正確的，那就這種裝校委的嗎？你這題目是出來騙人的，用一個非歷史事實取代歷史事實，然後你說我設計的好棒棒，這種題目是這樣子的嗎？如果這種題目會過，台灣的歷史就去吃屎了啦！這一堆垃圾老師、垃圾教授，他們敢出來面對嗎？他們敢出來面對公眾審判嗎？把台灣的歷史搞成這個樣子，搞成那麼垃圾，這些台灣的學生還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嗎？你根本就只是強迫他吞你想當然爾的答案嘛！你讓他政治意識形態掛帥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事實了，好不好？對於歷史，對於第一面對叫什麼？要基於事實回答問題，不是基於我覺得是這樣回答問題。所以當初為什麼古史辯的時候乙骨派會輸掉？因為乙骨派是基於想當然爾回答問題，他們根本沒有基於事實回答問題。為什麼傅斯年先生可以名垂千古？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先找事實才回答答案。沒有證據的東西可以回答嗎？
民進黨啊，歷史會爛就是民進黨搞出來的，踐踏本科專業，踐踏歷史專業，有這種老師，有種你都有名有姓，你最好寫信到我信箱，你就出來跟我 PK， 就元代這一你就站出來 PK， 你為什麼寫這個答案？你有見到歷史事實嗎？你先去看看元朝運糧運得很順嗎？考什麼考啊？誘答必須基於虛構事實，上面寫的很像真，這叫誘答。這是元代重建海盜漕運萬戶府碑，事實上海潮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個最基本的認知要有。還有歷史題是主觀判斷，我覺得我對我就對。我跟你講，今天台灣歷史會爛就這樣，因為有一大堆政治垃圾學者，他們每天就說我講的就是對。所以為什麼呂捷可以堂而皇之的說，哎呦，我告訴你啊，就他媽的開羅宣言不算數啊，因為我覺得他不算數就不算數啊。我覺得元朝海運就是因為取得大量物資啊，我不想要去管什麼元朝的海船並不大，我不想要去管粮食很容易破壞，我不想去管會發生船難，我不想去管在不良的氣候不對的海象的時候我沒辦法運輸，我不想去管季節不對的時候不能運輸。我不要你認為，我要我認為，我不要你的歷史事實，我要我做的是事實。他媽的真的在耍流氓，真的氣死人。好了，下一題。啊，他就覺得他很聰明了，哎，你看我又誘答了，嘿嘿嘿，這樣子。啊，這個我還真不知道了，隨便啦。這個就是他一說因應擴建啊，增加民眾空間啊，那 OK， 就都市計劃擴大的概念啊，那不要讓你往這個皇民化運動的方向去想。我跟你講，他那個誘答都是這樣的邏輯在思考，我们就不用再回答了，因為再回答浪費人生。套子說的蠻有水準，但是太難了。BCA 這個太難了 ，BCA 啊。對。以宋國跟金國，唐代大運河的殘存應該算吧。宋金，我猜低的原因是為什麼？因為到了那個明朝的時候，已經把南明的時候已經把這運河給修回去。哦，我記錯了，真糟糕。OK， 我記錯了。清代之後才重修，把它修回去。這個是我的問題，這我應該再自我勉勵再多。這個就是他在考這個黃河變遷圖，你剛才看到那個直接彎出去的，我記錯了。好，這個我自己要再多加油。你看這個。明清故道這題有難度，這有難度。真正意義上被考倒還真的是這一題，是自己沒有把明清故道給它背起來。這個 D 不是明清故道，你的箭頭畫錯，這裡它箭頭在這裡，對，笑死，它的箭頭在這裡。然後好，發生之後它反正負載力对會往下走，然後之後會比一開始還要低。哦，回穩之後還會回要低。哦，了解了。他的畫法是這樣。哎，對。然後箭頭在這裡，所以我們這個3分可能只能拿到1分，就箭頭不對扣1分，然後圖這邊沒有比較低扣1分，但是有畫出坡形有1分，所以大概可以拿1分這樣。我知道為什麼叫歷年最難的5，因為是叫你讀很多東西，28題錯。主要是你可能還要去揣測，我覺得要揣測考官的邏輯才有辦法過得下去。你如果沒有揣測考官的邏輯的話，你會覺得很無言。比如像這一題，這題就是標準的北爛題。